过年发红包大失血已经很心痛了，如果此时又听到股市大跌的消息，你应该是心如刀割。我懂。DeepSeek 直接对美国 AI 类股大屠杀，简直惨绝人寰啊！果然年后开盘第一天，台股就大跳水了。到底发生什么事？ DeepSeek 是一家中国的 AI 新创公司。好的，这句话的关键字是 AI 吗？其实光说到这里，你就要有个敏感度，关键字其实是中国。依照过去经验，只要是中国参战的产业，要不是仿照改装，不然就恶意削价竞争。原本美丽的蓝海都被杀成红海，血流成河。这种做生意的手段超级酷啊！写考哦 DeepSeek 研发的模型号称效能可以和 ChatGPT 一较高下，而且晶片成本更低，所以订阅费用可以比 ChatGPT 低上不少。如果这是真的，那 ChatGPT 岂不是不用混了吗？别说你，连矽谷和华尔街都惊掉下巴，股价和下巴一样一起往下掉。拜托，是 ChatGPT 耶，到目前为止神一般的存在，掀起 AI 革命的源头，所以各界就开始怀疑，美国 AI 是不是真的世界顶尖啊？还是说其实只是管乐器的演奏，我们听它在吹？ AI 类股是不是真的严重被高估了？这些质疑直接让欧美科技股市值蒸发了1兆美元。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美股早盘暴跌3%，科技股权重越来越高的标普500指数跌 1.8%， 辉达暴跌11%， 艾斯摩尔暴跌8%， 爱德万测试暴跌8%， 东京威力科创也跌了5%。但今天的重点不是要跟你讨论 DeepSeek， 而是要告诉你，在这群 AI 类股和台股哀嚎遍野时，另一家美国 AI 公司 Palantir 默默觉醒成超级赛亚人。第四季财报开出来后，股价直接给你飙涨超过23%。而且如果你关注过这家公司，你就知道 Palantir 光在2024年就涨了3.5倍了。我就问，这若不是妖股，什么才是妖股？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这集影片就要跟你分享 AI 产业中鲜为人知的军用 AI 股 Palantir 是什么公司？ Palantir 的技术就像福尔摩斯一样，可以帮政府追踪恐怖分子，侦破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甚至还能协助企业预测供应链问题，优化能源配置。听到这个名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陌生，不知道怎么念。它的名字其实是来自于魔戒中的真知金球 Palantir， 就是可以预测未来的那颗水晶球。因为他们打算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慧打造现实世界中的魔法水晶球。这样听起来名字很梦幻，但仔细想想，其实有点猖狂啊。这家公司的技术到底是有多强？又是怎么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企业，变成连美国政府都离不开的军事与情报机构呢？故事要从2003年说起。当时 PayPal 的共同创办人彼得蒂尔，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政府在911恐怖攻击后，对于海量的数据根本无法有效分析，无法预测下一次恐怖攻击什么时候发生。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美国政府不是已经有世界上最强的情报机构和电脑设备了吗？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兄弟，你是不是连恩尼逊和 John Wick 看太多了？当时的数据分析技术其实是不够先进的，不符合时代需求的。彼得蒂尔和他的团队意识到，如果能够开发出一个强大的数据分析平台，将所有零散的情报、数据、监控记录整合在一起，那么政府就能更快地做出决策，甚至提前预测恐怖攻击的发生。就这样 Palantir 诞生了。Palantir 的第一个产品叫做 Gotham， 专门为政府和军方设计。它的核心概念很简单，透过强大的数据分析，找出看似不相关的资讯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关联。举个例子，2011年，美国军方发动了一场秘密行动，成功定位且击毙了基地首脑宾拉登。而这场行动的背后 ，Palantir 的 Gotham 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想象一下，军方拥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无数情报，无人机拍摄的影像，情报员提供的报告，电话通讯记录，财务交易记录，
但这些资讯是零散的、分散的，光靠人脑是无法迅速分析出来的。而 Gotham 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把这些看似无关的数据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行动模式，最终找到了宾拉登的藏身之地。换句话说， Gotham 就像是福尔摩斯的大脑，而且是 Pro Max 的版本，就能从无数的线索中拼凑出真相。当然 Palantir 的技术不只用于军事，后来它也开始进入商业领域。例如，在金融界 ，Palantir 帮助执法机构侦破了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麦道夫庞氏骗局。这起骗局诈骗金额高达650亿美元，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当时的问题是，这些资金的流向极为复杂，数据量大到普通人无法理解。Palantir 的系统却能够迅速分析交易记录，找出资金的流动模式，最终协助当局破案。这也让 Palantir 意识到，他们的技术不只可以用来打击犯罪，还能帮助企业做更精准的商业决策。2023年 ，Palantir 开始进军 AI 领域，推出了人工智慧平台。以下把人工智慧平台简称为 AIP。AIP 的目标是将 AI 和大数据分析结合。比方说，一家能源公司每天需要处理庞大的用电数据，如果用传统的做法，能源公司只能依靠过去的记录来决定如何分配电力。但有了 AIP， 他们可以及时分析天气、工业需求，甚至社会活动，来更精准地调整供电策略。这不仅让能源利用率提升，也帮助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的成本。所以 Palantir 不仅是一家科技公司，它是一个正在改变世界的数据分析巨头。从军事情报到金融反诈骗，从供应链管理到人工智慧决策，它的技术可以应用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Palantir 的主要竞争对手，你可能会想， Palantir 这么猛，帮美军抓恐怖分子，帮政府防诈骗，还能用 AI 帮企业做决策，那他的对手到底是谁呀？你放心，这世界上没有真正无敌的公司， Palantir 再强也有对手在背后追赶，甚至有些公司某些领域做得比他还要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3个 Palantir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他们分别是 Snowflake、Databricks 和 C3.ai。这3家公司虽然做的事情和 Palantir 有点类似，但各有各的强项。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先讲 Snowflake， 这家公司其实蛮特别的，它不像 Palantir 那么神秘，也没有军方背景，反而是一个标准的企业级云端数据分析公司，专门帮企业存放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你可以把 Snowflake 想象成一个超强的资料库，企业可以把所有的资料丢进去，然后随时调出来用。而且它的特点是在云端运行，所以不管你的公司在哪，数据都可以快速存取，不需要自己架设伺服器，超方便。举个例子，如果 Netflix 想要分析全球用户的观看行为，它可以把所有观看记录丢进 Snowflake， 然后从中找出趋势，比如哪种电影在亚洲市场特别受欢迎，哪些人最容易狂追一整季的影集。这些资讯对 Netflix 来说就是金矿，因为它可以用来推荐内容，让使用者不停看下去，甚至决定下一步要投资什么样的影集。但你可能会问，这跟 Palantir 有什么关系呀？这就是今天的重点了。Palantir 不是做一般的数据存取，它是做高端数据分析，特别是决策资源。一样用 Netflix 举例，如果 Netflix 要分析哪些类型的观众可能会取消订阅， Snowflake 可以帮他整理数据，但 Palantir 可能可以进一步分析出哪些变数最影响观众的忠诚度，甚至帮 Netflix 做出应对策略。所以 Palantir 跟 Snowflake 的区别就是 Snowflake 是一个超大资料库，而 Palantir 是专门帮你解读数据的军师。但问题来了，如果 Snowflake 持续优化它的 AI 能力，会不会有一天企业就不需要 Palantir 了？这就是 Palantir 必须面对的挑战。第二个竞争对手叫做 Databricks， 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如果你是工程师或是做数据分析的，你一定知道它的技术阿帕奇 Spark。Databricks 最强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为 AI 和气学习量身打造的数据平台。简单来说，它的客户不只是想分析数据，还想让 AI 直接学习这些数据，然后自动产生洞察。假设有一家医疗公司想要用 AI 预测病人的健康风险，如果他们用 Palantir， 医疗公司会得到一个超精细的数据分析报告，比如这个病人过去5年吃了什么药，有没有糖尿病家族史，
然后帮医生提供一个这个病人未来5年内可能得糖尿病的风险是多少的结论。但如果他用 Databricks， 情况就不一样咯，因为 Databricks 的 AI 能力很强，它可能直接帮医生训练出一个自动诊断模型，让医生输入病人的基本数据后 ，AI 自动告诉他这个病人有87% 的几率会在5年内得糖尿病，而且还会推荐一些可能的治疗方案。所以两个相比之下，Palantir 更像是一个数据顾问，而 Databricks 更像是一个 AI 训练师，让企业自己打造 AI 来处理数据，而不是只靠现有的分析工具。这对 Palantir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啊，因为未来企业可能不只想要分析数据啊，而是希望 AI 自己来做决策。这也是为什么 Palantir 推出了 AIP， 想要抢回 AI 这一块市场。最后这家公司叫做 C3.AI， 他们跟 Palantir 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完全就是一个 AI 供应商，专门帮企业导入 AI 技术。你可以把 C3.AI 想象成一间 AI 军火库，里面有各种 AI 武器，企业想要什么 AI， C3.AI 就提供什么 AI。比方说，一家航空公司想要预测飞机零件什么时候会坏掉， Palantir 可能会帮他分析过去几年的维修数据，找出可能的风险点，但 C3.AI 可能会直接提供一个 AI 模型，让这家公司每天自动侦测飞机运作情况，然后 AI 直接告诉你这个零件可能会在3周内故障，请提前更换。所以 C3.AI 的重点不是数据分析，而是帮企业建构 AI 解决方案，这让 Palantir 必须加快它的 AI 发展，否则很可能被 C3.AI 抢走 AI 市场。Snowflake 负责存数据，让企业更容易存取数据。Databricks 帮企业训练 AI， 让 AI 直接学习数据。C3.AI 直接提供 AI 军火，让企业马上用 AI 做决策。Palantir 的挑战就是怎么在这3个对手的夹击下站稳自己的位置。这几家公司的工具听起来就像神仙打架一样，一家比一家厉害。那股市投资有没有工具可以协助做决策呢？当然有。虽然看我们的影片可以得到不同格局的启发，但实际下单又是另外一回事。散户之所以没能稳定获利，说到底还是因为交易心态不健康，大多凭感觉、凭一股不认输冲进，而没有依照固定的进出场逻辑。为了帮您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有超直觉软体可以协助你在盘中更顺畅的思考，不用绑在电脑前面，电脑、平板、手机各种装置都随时打开来使用，不会看筹码，不会看背离，不会看撑压，不会看强弱，就让软体给你提示。新年超优惠活动还有专属的群组讨论，活动限时又限名额，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小帮手抢先卡位哦。就这么刚好在写这份脚本时 ，Palantir 公布了最新的财报，结果大超市场预期啊！到底有多厉害呢？简单来说，公司的营收比大家预测的还要高，而且未来展望也非常乐观。他们自己预计2024年的总收入会落在37亿，这比市场原本预估的35亿还要高出不少。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Palantir 在美国市场的业务成长超快，美国区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多了52%。这代表什么？代表 Palantir 的产品真的被越来越多企业和政府采用，尤其是他们的 AI 技术，现在已经是各大公司竞争的核心战场，而 Palantir 在这一块明显占了优势。结果呢，市场一看财报，马上就炸锅。盘后交易中 ，Palantir 的股价直接飙了23%，这在美股来说已经是很夸张的涨幅。更夸张的是，如果拉长时间来看，这家公司的股价过去1年已经暴涨了快400%，这种涨幅根本是科技股中的妖股啊！至于这家公司能不能继续维持这种疯狂的成长速度，还是会在未来碰壁，我们会继续关注，有最新消息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以上就是 Palantir 的介绍。如果你对 AI 运用在军事领域上有什么看法，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当你期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